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诚意天地剑心第一波真实口碑出炉了，观众的打分和评价一针见血。没想到下半年古偶赛道竟然热闹起来了。当下两家大男主古偶剧对打，一部是芒果家的水龙吟，罗云熙一番领衔，后面将上星湖南卫视黄金档，收视率、热度两手抓。另一部是陶家的天地剑心，诚意卷土重来，漫改年度重磅 IP， 坐拥众多粉丝。到底谁能拔得头筹，还需再观察一段时日。可毋庸置疑的是，尽管诚意因前作口碑翻车，可它的流量还是非常扛打的。天地剑心首日更新半天，热度竟然已经突破7000，含金量有了。果然，点开评论区，观众反馈的一水好评已经说明了一切。对于演员来说，一部好剧就足够大回血。01特效给力，打戏过瘾，大片级视效有点东西。天地剑心原名《狐妖小红娘之王权篇》，也是这一系列翻拍的最后一部剧。看完前几集，我终于明白为啥让它压轴了。真的好久没见过如此精良制作的古偶了。大家最关心的感情线清新脱俗。男主王权富贵诚意是怀竹篇中男女主生下的儿子继承母亲法力后，而女主则是一只蜘蛛妖。没错，李一桐饰演的青铜原身是只小蜘蛛，而前2集是由动画呈现。破次元的组合，这也完全考验了制作班底的水准。你别说，女主的真身不仅逼真，而且小小一只非常萌。王权富贵是家族最强之人，继承了母亲法力，被寄予厚望，从小习剑未见过外面的世界。男女主身份甚至物种上的极大反差，让感情线也变得比较新颖。对比越强烈，就越能戳中观众的萌点。而且动画版青铜还真有点李一桐的味道。此前，女主因救下了王权家族的弟子，被男主放过一马，而2个人也就因此结缘。而为了救弟弟，青铜只好听从洞主的命令，去王权富贵那里打探情报。后面的故事，想必大家都已经脑补到了。不过与其说天地剑心是古偶，动作玄幻才是整部剧最大亮点。特效是真的很顶。御剑之术听上去抽象，却在剧中被特效完美复刻了出来。运镜加特效，将招式之间该有的力度和强度拉到极致。我甚至隔着屏幕，已经感受到呼啸而过的风声。其实玄幻题材的打戏，大部分不会肉搏，所以少了点真实感。可天地剑心能够让观众清晰地感受到燃烧的经费，以及制作班底的高水准。我敢说，可以吊打这几年99%的古偶了。在动作戏上，也不甘示弱。尽管我们知道主角不是武打明星，可导演硬是能拍出专业武打的既视感。每一帧都弥漫着高手对决的紧张氛围，剪切无比丝滑，甚至可以2条线随意切换，真的精彩。能够看出导演真的很爱作品和演员。没有靠只给塑造人物，反而用不同场景的镜头，一点点将角色形象塑造起来，给观众极强的视觉效果，唯美又带有爽感。02诚意演技、动作戏都惊艳，李一桐太灵了。不得不说，剧本和制作班底对演员实在是太重要了。就算演员业务能力扛打，可如果主创团队拉胯，再努力也是白搭。在天地剑心中，我还真 get 到诚意了。导演挑选的角度，将诚意的骨香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在他的眼神里，我看到了王者的坚毅和底气，动作戏都是带风的。作为每场打戏的主角，诚意甚至还贡献了不少高难度动作名场面，熟忍到可以一镜到底的程度，空中翻滚，安稳落地，还有下意识的招式动作，都让人眼前一亮。
演技更是肉眼可见的提升。最让人记忆犹新的，莫过于在母亲坟前与父亲对峙的桥段。王权富贵渴望父爱，却背负了父亲因其母亲去世的怨念，在眼被狠狠抓住脖子质问时，程毅眉头紧缩，双眸猩红，仿佛因猛烈的窒息感，眼皮止不住的颤抖。有点意思了。另一边，选用李一桐实在是太神了，看了他我才明白，真正的可爱不是装出来的。尽管他已经35岁，却比不95流量小花更加灵动自然。油然而生的少女感绝不是撅嘴瞪眼睛凹出来的。在李一桐的眼睛中，观众能看到属于少女的天真懵懂，时不时的小动作让灵机一动的光芒散发开来。她的表演甚至让程毅在演感情线方面都增添了几分色彩。李一桐精致的五官完全不需要太多修饰，流畅小巧的脸配上利落的发型，古典美人的风韵拿捏得死死的，真的太好看了。除了两位主演，剧中其他演员的表现也格外亮眼，比如卢靖姗。没想到卢靖姗在恶女赛道能如此出色，她异域风情的五官配上恶女妆造，与妖精洞主人设相得益彰。说实话，内娱能演出这样邪恶又妖艳的女演员还真不多。无实物表演，在听到小妖精说弟弟这个词时，不解又觉得好笑，微微抬眉，下意识歪头，无形中有种魅惑的娇感。在我看来，她还非常适合黑暗童话题材，五官调动性极强，表情幅度大却非常生动，恍惚间我甚至幻视成白雪公主中的皇后。当然，闪回记忆中，张云龙与刘诗诗的脸对观众的眼球也极其友好。两个人是怀竹篇中的主人公，所演角色是王权富贵的父母。离别动情的画面让人瞬间梦回淮水竹亭，好看，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。我甚至认为《天地剑心》是如今玄幻题材的最高水准。在追剧的过程中，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主创团队的用心，无论是导演、编剧还是演员，都在呵护每一个角色。无论是感情线、兄弟情，还是父子和解，都让人代入感极深。另外，程毅的表现也很出彩，干净利落的各种动作戏招式，不难看出背后下了不少功夫。他演这种外冷内热的反差大男主，还是比较带感的。当下不少关键人物还未出场，更精彩的或许还在后面。